原是自己心里不痛快，便索性让他知道自己心里不痛快。看魏无羡眼里见有痛色，自己心里便又舒畅了。看到魏无羡也跟着难受，江澄心下突然就清明了。魏无羡拽着衣袍一角，将他揉得皱皱巴巴，又无意识地展开抹平。江澄看他虽是一身玄色衣衫，领口袖口外衫滚边，却是用深蓝色线织就的卷云暗纹。江澄道：魏无羡，蓝忘机对你好不好？哦，不对，蓝忘机对你好的不得了。蓝家对你好不好？魏无羡站起身，自袖中抽出一段琴弦，砰！湖面上一块巨石被射个对穿，渔火灯光从石洞中透过来。闲沙术，蓝家不传之秘，蓝忘机交给你，蓝家没意见。蓝湛说：我灵，气力不如巧劲，我善使这些，多一技可傍身。也是，你少用些鬼道，损身损。江澄忽地便住了口，两人碰了碰酒坛，各自饮了一口。月亮攀至中天，月光渐渐明亮，耀的湖中粼粼波光细碎而温柔。夏末的鸣虫声此起彼伏。江澄突然说：红鲤鱼。魏无羡也看到了，轻轻一划，无声地潜入水中，去捉那条游鱼。鱼在莲叶之中灵活游窜，魏无羡紧随其后，一鱼一人很快没入水中不见。师姐，我捉住红鲤鱼了。阿姐，我也捉住了。你那是金红色，不是正红色，你那条不算。你懂什么？金红才好呢。阿姐，我们捉了转运锦鲤给你，你今年运气肯定好得不得了。似乎过了很久，魏无羡才浮了上来，高高捧起酒坛，坛中一弯月影，并一尾红鱼。江澄，你今年运气肯定很好。许是湖水还滴在魏无羡的眼睫上，许是江澄背着月光，魏无羡看不清他脸上神情，只见江澄接过酒坛放在身侧，然后伸出手拉魏无羡上来。魏无羡全身湿淋淋的，夏末的夜已有了一些凉意，晚风一拂，魏无羡便打了一个寒战。一袭云纹白衣无声地落在魏无羡肩上，把他包裹起来。蓝忘机来了，把魏无羡圈住，灵力拢住他全身，帮他蒸干湿透的衣物。微蓝的灵力光芒映亮了魏无羡玄衫上的深蓝色卷云纹。蓝忘机又把他的红发带取下，拢住他的长发，用灵力细细烘干。江澄心想，有必要这么肉麻吗？突然又想到，魏无羡现在灵力低微，的确无法自己烘干衣物。复又想起他们刚夺回莲花坞那几日，天刚入秋，江燕离说：阿羡，你今年怎么早早就添衣了？往年这时你不是都说要春捂秋冻的吗？现下灵力低微的魏无羡，有没有好过那时的魏无羡？江澄道：你们这次来打算住多久？魏无羡不敢轻易答，去看江澄神色。多住几日吧，现在蟹还不够肥，等过几日有蟹黄了，再让蓝忘机给你剥。魏无羡整个人都松快起来。我原也想多留几日，这次剖了那蟒蛇的蛇精，我想早些处理了，给精灵做个玩意儿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别给他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现在他愈发自大了。就大概像紫电那样咯，我看他夜猎时用你的紫电挺顺手的，这次剖蛇精出来的时候，我便想到了。江澄取下紫电递给魏无羡。那你可防好了，别整些半吊子的东西出来。紫电先借你几日，你要敢弄丢了试试。魏无羡大惊，去接紫电的手甚至都有些颤抖，拿过紫电握在手里，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好。江澄拎起那只装了红色锦鲤的酒坛，走了，我明日要巡南湖，你们随意逛逛。走出几步，又退回来说：魏无羡，马上就是江家门生的忌口，你自己瞎晃可以，别带坏学生们。紫电对你认主了。进了小院，蓝忘机道：否则江婉莹借你紫电也是无用。借着月光，魏无羡去瞧蓝忘机神情，然后扑哧一声笑了。蓝二公子，你醋了？没有。你有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袖子晃啊晃。你有，你有，你有。蓝忘机不答，别过脸去。魏无羡笑意盈盈地捧住蓝忘机那张冰雪芙蓉的脸，果然触手一片滚烫。二哥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钱东村除岁，钱江林是那个叫林啥啥的林仙子一路跟着你献殷勤，后来我生气了，就把他吓跑了。魏无羡把蓝忘机的脸掰过来，让蓝忘机看着他的眼睛。二哥哥，
我为你吃醋，你高兴不高兴？开心不开心？噗！你看我啊，你看着我啊，家规有云，不可打诳语。你老实说，喜不喜欢我吃醋？蓝忘机的脸愈发烫了，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，轻声道：喜。魏无羡笑得眉眼弯弯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明媚又耀眼，盛满多情的光芒。我也喜欢你吃醋，可喜欢了。二哥哥，你要多多为我吃醋，好不好？魏无羡牵着蓝忘机的手进到屋里，点上灯，烛光映得他一身暖意融融。魏无羡道：二哥哥，很多灵气都喜欢我，你想不想知道这屋里有哪件灵气认我为主了？碧晨。除了碧晨，还有呢？魏无羡走到琴桌旁，在望击琴上撩了一下，望击琴发出悦耳的声音。二哥哥，你仔细听。魏无羡指尖聚起一点灵力，在望击琴上又撩了几个音。蓝忘机听懂了，魏无羡问的是：忘机，忘机，你喜不喜欢魏婴？魏无羡灵力低微，请灵俱凭鬼道之力，无法用灵气请灵。他弹奏望击琴，只注入微末的灵力，仅够望击琴识别他的身份，除非认主，否则不会有回应。若得回应，便是望击琴琴灵了。望击琴发出一个温柔的低音。二哥哥，望击琴答的什么啊？魏无羡道：我琴语还不够熟练，你再教教我。喜。蓝忘机几乎不敢直视魏无羡熠熠闪耀的双眸。忘机，蓝忘机，蓝二公子。忘机说他喜欢我呢，忘机喜欢魏婴。魏无羡又在琴上聊道：忘机，魏婴也喜欢你。魏无羡俯下身，一双眼睛水光潋滟地注视着蓝忘机，在望击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。他吻得十分缓慢，形状姣好的唇瓣轻轻贴在望击琴上，温柔的撕磨，目光却不移分毫地粘在蓝忘机身上，看得蓝忘机心口发烫。二哥哥，你想不想知道望击琴为何会对我认主？魏无羡抬起身，双手轻轻摩挲着琴弦，这次他没有用灵力，只是弹奏着那曲熟悉的旋律。有一天晚上，你出去打水，我等着你的时候，就走到望击琴这里，奏了一曲望线。蓝忘机想起来了，有天晚上，他拎着沐浴用的热水回来时，听到他为他谱的曲子。魏无羡只披一件他的云纹外衫，衫下未着寸缕，领口微敞，露出优美的锁骨。他的面容秀逸沉静，白皙的手指徐徐拨奏着望击琴，琴音零零从从，情意绵绵，正如魏无羡现在弹奏的一样，缠绵悱恻，刻骨眷恋。一曲毕，魏无羡走上前，揽着蓝忘机的脖子，微笑道：望击琴认我为主，是因为那天晚上。魏无羡凑到蓝忘机的耳旁，往里轻轻吹气。那天晚上，我弹奏望线时，里面还有你留下的东西。我夹着你的东西，夹得很紧，坐到琴凳上时，一滴也没有流出来。望击琴感觉到你我水乳交融，灵肉一体，又听我弹奏望线，便认我为主了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一双眼睛柔光流转。这本来是我和望击琴之间的小秘密，二哥哥，现在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你，你说望击琴会不会吃醋呀？蓝忘机扣住魏无羡的后脑，狠狠地吻住了他。魏无羡起唇，任他掠夺。蓝忘机亲得又羞又急，魏无羡心里得意，他的小骨板就算长成了大骨板，也一样经不起他撩拨。待到蓝忘机放开他，两人俱是呼吸急促，目醉神迷。魏无羡微微喘着气：二哥哥，你有没有给我带天子笑？蓝忘机道：你今晚不宜再饮。二哥哥，你想想，这里可是莲花坞。魏无羡一边说，一边熟练地往蓝忘机的乾坤袖里去掏酒坛，果然让他翻出来一坛天子笑。魏无羡一手拎着酒坛，一手轻推蓝忘机，把他推到琴桌旁，撕开酒封。蓝忘机，你来莲花坞看我，你带了我最喜欢的天子笑，你很直白，就像望击琴一样直白。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说蓝湛，新月魏婴。魏无羡单手拨着蓝忘机层层叠叠的白衣，蓝氏校服他依然不太会自己穿，但闭着眼都能顺利脱掉。他把手伸进蓝忘机的中衣，在他胸膛上细细抚摸，摸得蓝忘机喉结微动。于是我说，蓝二哥哥，真巧，
我早就喜欢上你了。魏无羡解开蓝忘机的腰封，抛到地上，然后我就拆了你的腰带，扒了你的衣服，像这样都扔在地上。